我成为牛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老黄牛直接抽筋扒皮。只因这畜生告诉我，明天夜里西边的碧霞潭会有7个仙女在那沐浴，让我趁机偷走一件衣裳，然后躲进树林里藏好。谁来找我讨要衣裳，谁就会做我的媳妇。可他不知道我手里有一本万灵图鉴，能看破天地万物的本来面目。图鉴上记得明明白白，成精的妖怪里就以黄牛精最爱骗人，且多为行恶之事，而他的命门就藏在双蹄正中，拿把利刃捅穿，便能将整张牛皮剥下。千年道行就在此刻化为乌有。剥下的牛皮拿火烧进毛发，披在身上便能御风而行。所以我趁其不备，直击命门，结果了他的性命，还顺手将这黄牛精收录进万灵图鉴，白白得了100年道行。我继续翻看着图鉴，开始查找自己的信息，没想到我居然是阳灵体质，可图鉴上却没有提供激活方式。我从2个村民口中打听到，这地方叫落珠山，山上有个碧霞潭，传说是天上7仙女沐浴之处。我一听这话，脑子里轰的一声响。落珠山上有座盘丝洞，洞里住着7只蜘蛛精，还全是女妖，被霸占的仙池叫碧霞潭，他们还天天在那戏水作乐。难不成我穿越到了西游世界？这俩村民，一个叫赵大壮，一个叫孙秀娘，都是被黄牛精给骗上山，逼着他们去诱骗年轻后生。每逢初1、15，牛妖都得骗个少年上山，算是给那几位仙姑进贡。要是贡品断了，仙姑一怒，附近百姓都得跟着遭殃。明天就是7月15该上贡的日子，如今老黄牛死了，没了贡品，7仙谷必定大发雷霆，到时候咱们谁也活不了。那你们为何不逃？小兄弟有所不知啊，也曾趁牛妖外出偷偷跑过，可刚到半山腰，就发现路全被无数银丝封死了。山中的飞禽走兽、毒蛇蝎虫，只要沾上银丝，立刻口吐白沫，当场毙命。这下我心里越发肯定，所谓的什么7仙姑就是7只蜘蛛精，而这7个女妖可不是好惹，连西天取经的那4人他们都敢拦。以我这刚刚过百的道行去跟他们硬碰硬，无疑是去送死。想到这，我直接在院子里架起火堆，把牛皮扔进去燎烧，等火焰把牛毛烧得干干净净，便将往身上一披。御风的速度极快，不到1盏茶的功夫，我就飞到了半山腰。还真如赵大壮说的一般，眼前密密麻麻一片银丝，铺天盖地挂在树林上，把去路都给堵得死死的。我落下之后凑近一看，这蛛网竟有20-30丈高，横在那儿就是一堵墙。我正仔细端详时，万灵图鉴忽然自行触发，太阴毒株可达1000年道行，天生灵种，纯阴之体，喜食阳气，1000年化人后必然姿容妖艳，可口吐银丝，皆含有剧毒，百兽触之即死。命门有3，其一后颈骨节，戳中可使其瞬间瘫软；其2怕火，灵火可毁其阴珠，使其修为尽失；其3惧怕天地蜈蚣精，如若能活捉太阴毒株，取纯阴之气，行采补之道，可激活纯阳体质。我随即深吸一口气，一只拥有1000年道行的蜘蛛精，光想想就头皮发麻。我没有灵火，更不是蜈蚣精，现在唯一能得手的就是后颈骨节这个命门。而图鉴上说，活捉太阴毒株，取其阴气，即可激活纯阳体质。我这阳灵体应该就是纯阳体质吧。返回屋中的我开始仔细盘算，赵大壮正好能当诱饵给我创造机会，反正他替牛妖害了那么多人，虽说是形势所迫，但也算不得无辜。第2天黄昏，我带着赵大壮直奔西山。今天15是进贡的日子，若收不到贡品，那7只蜘蛛精必然暴怒，与其坐着等死，不如主动出击，先下手为强。赵大壮一路苦着脸，神人啊，你真能斗得过7仙女？要是打起来，可千万得护着我。实不相瞒，我上有老母，下有幼子，家里离不开我呀。你半年没回家了，妻子怕是早就改嫁了，儿子说不定都管别人叫爹了，你老娘也自有人奉养。赵大壮一愣，随即哭得更凶了。折腾了片刻之后，我把他安置在林中空地上，用牛角尖在他脚下围着他画了一道圆圈，别出这个圈，否则生死自负。赵大壮吓得脸色惨白，一动不动地站在圈内。我独自来到碧霞潭附近藏好，开始静静等待。按照原著所述，碧霞潭乃太古时期后羿射落9日，其中一只金乌葬身之地演变而成的仙泉，若能下去泡一泡，必定好处无穷。很快夜色就罩住了整片山林，从远方飘来一阵莺声燕语的嬉笑声，一道道曼妙窈窕的轮廓隐隐出现在潭边，水汽弥漫中，一件件衣裳被随手扔在草地上。我眼疾手快，抄起一件紫色外衫，扭头就钻回林子里。按老牦牛临死前所言，拿到衣物躲在林中，自会有一位仙女前来寻找。由此可见，7只蜘蛛精应当是轮流独享贡品，对付1个总比一次面对7个容易得多。回到林中，我将那件紫色衣裙塞给赵大壮，自己隐身暗处。今夜我就要借此良机降服此妖，夺其阴气来激活阳灵体，再将其猎杀，收入到万灵图鉴中，进而获得道行反馈。如此一来，实力暴涨，便再与那其余6妖周旋。见着衣衫被偷，碧霞潭中那几个嬉闹的女妖精全都心照不宣地露出媚笑，她们心里知道这是贡品到了。其中一个紫发女子格外激动，俏脸泛着红晕，眼神止不住地往树林方向瞟，一副急不可耐的模样。蜘蛛精中的大姐赤烟上前叮嘱：紫妍切莫贪玩，吸食阳气后要尽快回来打坐稳固修为。不一会儿，我果然看到一个曼妙的影子闪入林中。小公子，我的衣裳怎会在你手里？这女子嗓音柔媚，听着好似在人心头挠了一下，一句话便让赵大壮心肝乱颤，双腿发麻。可当他抬头看清女子面容的那一刻，一时之间竟把什么吃人的女妖精忘了个干干净净。这哪是什么妖精魔头，
分明就是天上的仙姑。愣住的不止赵大壮，还有那女妖精。他原本满心欢喜的跟来，想着今夜的贡品指定是个年轻后生，阳气充盈，够他好好享用一番。谁知眼前蹲着的是个干巴巴的中年庄稼汉，其元阳早已泄尽粗糙的脸，看着就倒胃口。就在这时，我飞扑而上，一把按住他的后颈。紫嫣大惊，刚要挣扎，顿觉后颈3寸骨节处猛地传来一阵剧痛，浑身酥软的如同被抽去了筋骨。我左手掐着他的脖颈，右手持一截牛角稳稳抵在他咽喉上。紫嫣满脸惊愕，你居然已经知道了姐姐们的布局，还杀了老黄牛，剥了他的皮！我也没搭理，只是冲赵大壮使了个眼色，让他赶紧逃。紫嫣见状便冷笑着威胁道：也不瞒你，我上头还有6个姐姐，再过2个时辰，我若不回去，她们定会出来找人，到时候你插翅难逃。不如趁早跪下拜我，叫我几声亲妈，我可以考虑收你当个干儿子。话还没说完，我体内猛然炸开一股磅礴的元阳之力，紫嫣顿时惊呆了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。阴阳相生，天地至理，太阴毒株乃是天生灵种，修炼的便是体内那一缕阴气，而这缕还得以阳气不断滋养，那道行才能日益精深。此乃元阴之气，若能吸收，我那阳灵体定能觉醒。可又该如何采取阴气？我在心中默问图鉴，而图鉴显示，只需顺着这女妖背脊抚摸，再上通咽喉，下达声门即可。在阳气的熏蒸之下，紫嫣俏脸不禁长得通红，她喘息着道：没想到你竟是纯阳体质，既然如此，姑奶奶也不想杀你了。纯阳体质与我太阴毒株恰好互补，你我若结为夫妻双修，对彼此都大有裨助。你可不要不识抬举。正合我意。紧接着我和紫嫣盘膝对坐，4掌相合，体内阴阳2气瞬间相互牵引，立刻涌出一股精纯元气。可这还不到2个半时辰，紫嫣便惊呼出声：该死的人族小子，你这是在羞辱我吗？我们还没行过婚礼，怎能？他修行1000年，也曾听闻不少妖族姐妹谈论，想与人族男子结为夫妇，那境遇无一不是困难重重。人族始终自视清高，压根不愿与妖魔相恋。可当自己经历时，结果竟截然相反。这人族未免也太主动了吧！2个半时辰后，我的阳灵体彻底觉醒，转瞬之间，肉身便强横了10倍有余。紫嫣那是一个又羞又怒，趁我不备，挣脱了命门前置，随即吐出无数银丝，将我裹了个严严实实。可就在下一瞬，炽热的阳火骤然腾起，将那剧毒丝线尽数焚成灰烬。大胆孽畜！我有玄阳灵火在手，安敢造次？姐姐们说的没错，人族都是些薄情寡义的负心汉，你分明是夺了我的元阴才觉醒的灵体，还反过来要害我，骂我是孽畜。各取所需罢了，你不也得了我的至纯阳气？当我再次看向面前这个女子，心中竟莫名生出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这是你们姐妹的地盘，如今竟生这等事端，本非我意，就此别过，来日再会。说罢，我披上牛皮腾空而起，御风远遁而去。紫嫣望着那道远去的身影，眼神逐渐暗淡下来。人有人情，妖有妖性，紫嫣自幼开启了灵智，却一直待在深山之中，心性反倒比寻常妖物更为纯粹。这等子事她也是头回经历。我是她亲近过的第一个男子，自然而然被她当成了相互依靠的伴侣。更何况我是阳灵体，体内那团纯粹炽烈取之不竭的纯阳之气，令她迷醉不已。若是被姐姐们知道她是纯阳体质，定会想方设法的把人抓回来。她喃喃自语道，此时又想起我临走时话语。他说来日再会，应该会回来吧。与此同时，我降落在山脚小院中。杀他的确有些下不去手，况且我就区百年道好，真要和他拼命，未必占得了便宜。万一惊动了其余6只蜘蛛精，反倒把自己送入死地。赵大壮和孙秀娘此时正在院里候着，我告诉他们往东走，我会替你们破开蛛网。随后便头也不回的御风往东而去，牛皮上的灵光逐渐暗淡，余下灵气飞不了太远，需要静养恢复灵运。没多久，我便来到落珠山脚下的土地庙旁，天空忽然下起瓢泼大雨，我只好钻进庙中避雨，跟那尊土地公的神像挤挤。我寻思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打开万灵图鉴翻看，却发现其中多了一栏境界划分，修行境界依次为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炼神反虚、炼虚合道、渡劫成仙、玄仙真仙金仙。我试着调动体内灵气往掌心一聚，还真生出一簇玄阳灵火，而且自从觉醒阳灵体，好像不用修炼什么功法仙术，修为自己就能往上蹿。我随手翻到太阴毒株那一页，发现页面的对应插画多了几分色彩，像是收录了一部分。如此说来，照这么下去，再多来几次应该就能完整收录。按照《西游记》中的说法，落珠山上的漫山飞虫，凡是成了精的，都认那7只蜘蛛精做干妈。这些东西虽说没什么本事，但当个耳目却一个比一个灵。我只能先避避风头，过几日再上山也不迟。就在这时，脑海中的万灵图鉴忽然神光一闪，土地公生前有德之人，死后受仙路点化，化身阴神，为天庭耳目，监察10里之地，肩负守卫一方，安宁除妖灭邪之重任。命门唯有一处，受制于封神榜。看到这里，我直接愣住，土地公竟然也可以收录，可怎么收？总不能弑神吧？我沉吟片刻，便拾起一根枯枝，折成3节拳当3炷香，用纯阳灵火点燃后，便恭恭敬敬地插在土地公神像的香炉上。没想到还真能收录，不仅白的百年道行，还获赠灵品小5行法术地形术。万灵图鉴反馈的法术直接灌顶，地形术一入体就达到了小成，随即施展地形术遁入地下，正准备离开土地庙，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苍老的咳嗽。
从没见过这样上香的，把老头子的神像都熏黑了。哎，毕竟是个天生灵体，将来说不定有仙缘。他既愿意结这个阴管，我便也忍忍吧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凭借地形术，在落珠山周边四处猎杀山精野怪，成功收录铁脊狼妖，获得200年道行；成功收录苍鳞蟒怪，获得150年道行；成功收录白额虎精，获得150年道行；成功收录血耳兔妖，获得300年道行；成功收录赤柳木精，获得500年道行。仅仅半月时间，我便坐拥1500年道行，修为也攀升到了炼气化气中期，地形术更是早已圆满。不过需要说明，道行更像是对道的积累与感悟，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修为。半月之后，我来到落珠山上的山神庙，掏出3炷香，在山神像前恭恭静静点燃。山神兄弟保佑啊！成功收录落珠山山神，获得1000年道行，悟得灵品神通炼山诀。我整个人都傻了，奖励竟然这么丰厚。是不是你躲在里头？突然，一道带着怒意的女声在庙外响起。紫嫣举起手中一颗带有裂痕的石子，那是被我用玄阳灵火烧裂的石子。她的姐姐们注意不到，但紫嫣一定熟悉上面残留的气息。你故意留下这个记号，不就是为了约我相会吗？前几次他都没能寻到我的踪迹，后来动脑子一想，那些干儿子无法监视的地方，应该就只有山神庙了。见庙中迟迟没有回应，紫嫣面露失落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感到后颈处一阵劲风袭来，正要闪躲，鼻尖却嗅到一股熟悉的气息。他索性不再反抗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安安静静立在原地。我顺势将他搂进怀中。于是2个半时辰之后，我的阳灵体真至大成之境，修为也一举突破到炼气化神初期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紫嫣对我的助力竟如此之大。我名叫紫嫣，与你做一场夫妻，当真滋味难忘，叫奴家日思夜想。原来是紫嫣姑娘啊！两人耳鬓厮磨，一番甜言蜜语，总算把先前的芥蒂彻底化解了。李天，你从今日起便住在山神庙里吧，也方便我们2人相会。我不让你去我家中住，你可千万别怪我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紫嫣正色道：家中还有6个姐姐，她们若是知道你有纯阳体质，定会起歹心。往常倒也罢了，念在姐妹情分上，大姐或许还会替我们主持婚事。可眼下这落珠山被一个妖道给盯上了，大姐正急着提升修为道行，你若暴露，她肯定会将你霸占过去，日夜采捕。我心中一动，瞬间就联想到了黄花关里的那个道士。看紫嫣这模样，他们恐怕还没跟那老道搭上关系。原著中盘丝洞7妖后来投靠了黄花关观主，最终全死在了金箍棒下。像他们这种占据一方山头的妖精，也不过炼虚合道的修为，无门无派，整日提心吊胆的过活。我又追问紫嫣那个妖道的来头，这才得知此人是一位自称幽冥子的人族邪修。虽然修为比盘丝洞蜘蛛精弱了一个层次，但手中却有几件厉害的法器，还修成了灵火，这才让他们吃了大亏。若是这回再败，他们只能将落珠山拱手让人，前去黄花关求百目真君庇护，付出的代价则是落珠山上80%的灵运和物产。听到这里，我隐隐嗅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。又和紫嫣缠绵了2个半时辰后，我们约定好下次相会的时间，我便果断下山而去。夜幕降临碧霞潭中，四姐闭眼打趣道：紫嫣小妹，上回你吸食的那个男子阳气竟如此精纯，短短半月身上的灵运都浓郁了数倍，这样下去修为岂不是要直追大姐了？紫嫣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些。上次那男子还是元阳之身，的确对我帮助极大，我也是担心那妖道再来侵扰，这不加紧修炼，想帮姐姐们分担些。二姐轻言却皱起眉头，8月初1了，今夜的贡品怎么还没送到？闻言，紫嫣心头一慌，为了帮我掩盖行踪，她特意跑了一趟山顶院落做了伪装。直到此刻，姐姐们仍不知老黄牛已死，大姐赤焰顿觉不妙。本想换几只萤火虫去山顶查看，不曾想萤火虫却带回来另一个消息：山下阴风阵阵，赤焰面色骤变，连忙招呼姐妹们。那个妖道又来挑衅了。穿好衣裳，带上兵器，随后一起奔赴林中与妖道斗法。紫嫣心情起起伏伏。李天刚走，不会跟那妖道撞上吧？那道人修的是邪法，比精怪还要残忍。林中空地上，幽冥子巍然不惧地望着面前7个女妖。7个孽畜，你们若甘心为奴，奉我为主，将我请入盘丝洞为王，好生侍奉，或还能饶你们一条生路。若是继续不知死活的与我作对，贫道今日便让你们魂飞魄散，永堕9圈。呸！妖道找死！且看看我们姐妹的剑是否锋利。就在他们对峙之际，我正藏在不远处的草丛中静静观望，脑海中的万灵图鉴也随之触发。人族邪修好行杀生之事，收敛阴魂怨鬼，罪孽缠身，十恶不赦，人神共愤。天诛地灭，命门在于肉身，因长久与鬼魂相伴，饱受阴气侵蚀，肉身孱弱腐朽，堪称活死人。杀之可得天道认可，功德加深。我自然想收录这邪修，但并不着急动手，而是蹲在暗处观战，收集敌方情报。这场斗法持续了好几个时辰，盘丝洞7女妖中有5人负伤，唯有大姐赤烟与
七妹紫嫣幸免。紫嫣与我双修2回，体内阴阳交融，已不再惧怕幽冥子的灵火。她抽剑上前，一剑便刺穿了那妖道的胸膛。见此一幕，躲在暗处的我直接催动炼山诀，蜘蛛精们满脸震惊，这竟然是神通！要知道，能执掌神通的无外乎3种人：大罗神仙的嫡传弟子，被天庭授予仙路的兵将，或是得到地界妖王垂青之辈。幽冥子绝望到了极点，阁下能否收了神通？回应他的只有一拳，当场就把幽冥子砸成了一滩肉泥，成功收录邪修。幽冥子获得300年道行，减罚邪修，扫平罪孽，获得一缕天道功德。我将幽冥子的乾坤袋和万魂幡收了起来。这时，蜘蛛精大姐走到我面前，拱手抱拳，其余蜘蛛精也纷纷拜倒，见过恩公。我打量着妻女，为首的赤烟是老大，道行最深，身姿体态在姐妹中也最为丰腴饱满。别说低头看不见脚尖，便是躺着怕也看不到。其余姐妹亦皆是绝色，各具风韵。只是这7个女妖的眼神之中，都藏着几分古怪的神色。赤烟还算沉得住气，掩饰得住内心想法，可其余几人的目光却在我和紫嫣之间来回流转。他们也嗅到了我身上那特殊而纯粹的阳气，进而猜到了我与紫嫣之间不寻常的关系。临走时，我看了紫嫣一眼，告辞说完便御风而去，闭烟靠在紫嫣肩头。小妹，你何时傍上这么个宝贝疙瘩？瞒得姐姐们好苦啊！是啊，妹妹，这男人到底是谁？他身上的阳气好生浓郁纯粹，若能吸上一口，不得美上天去。紫嫣一时间羞涩难当。你老实说，最近修为增长这么快，是不是已经与他跟姐姐们讲讲找男人的滋味如何？好啦好啦，我全都交代还不行吗？回到土地庙后，我打开幽冥子的乾坤袋，里面堆满了无数金银珠宝，还有一部泛黄的古籍，乃是玄阳真人所著的《修仙法门正道篇》。正道篇乃金丹之法，旨在引药入体，调剂阴阳，熬炼金丹，但也需分清主次，外物不过是来客自身本源，方为药王。如今我坐拥近3000年道行，很快就将这部仙法参悟透彻，当即催动阳灵体，以身为炉，熬炼体内灵气，运转周天，开辟子府，凝聚法力，最终在子府之内凝出一粒金丹。这时土地庙外响起一道苍老的声音：恭喜小友结成金丹，不愧是天生灵体，果真资质过人。来者正是土地公和落珠山的山神。我对这2位阴神倒也客气，见过2位上仙，不知有何见教。山神告诉我，前些时日在落珠山诛杀的幽冥子乃是他们的通缉重犯，但那邪修的万魂幡中还拘禁着上万生魂，需交由玄阳真人解脱超度。我告诉他们，万魂幡早就被我扔掉了。山神不由多看了我2眼，随即便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他拿出一把长剑，作为赠予诛杀邪修者的奖励，这宝物是你的了。土地公也在一旁笑呵呵的解释，这赤阳剑可不是万魂幡可比，乃玄阳真人亲手炼制的一件后天灵宝，虽只算得上下品，却也弥足珍贵。我接过长剑，朝2人拱了拱手。2位上仙放心，万魂宝我一定会找回来。找到万魂包，后来罗珠山山照庙寻我即可。山神说完便话锋遁走，土地公却不急着走，反而笑眯眯地凑上来套近乎。李道友，我一眼就看出你是有仙缘之人。我听闻天宫之上发生过一桩张风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有一只猴子犯下滔天大罪，大闹天宫，最后连灵山佛祖都惊动。这可是老黄历了，龙胜神州，花果山妖猴大闹天宫，那已经是20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我心中总算有了底。如此说来，距离西天取经计划启动还有300年左右的时间。又与他攀谈了一阵，土地公便当着我的面化作一缕青烟飞入了神像之中。我也不好意思再赖在庙里，索性来到落珠山，在山顶的小院落脚。当晚，我便将万魂幡交还给了落珠山山神，顺便借着交流法术神通的由头，旁敲侧击地打听了一番偷学天庭法术的后果。毕竟我诛杀幽冥子之事，山神土地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偷学仙法后果自然极为严重。地界妖魔精怪虽多，真正实力强横的却没几个。一来拜师无门，二来即便侥幸偷学到上乘法门，也会很快被天兵天将追杀诛灭。山神的目光又落回我身上，你的炼山诀修炼的还算纯熟，有些道行，想必你师尊也是道教中的某位真人。这门神通流传甚广，但要练成可不简单。我参悟100年，也不过达到有小成之境。我再次朝他拱了拱手，法门难入，若有闲暇，还要向山神兄多多讨教。山神欣然点头，分别前还特意提醒我，我看你与盘丝洞中的女妖走得颇近，这倒不足算什么罪过，但切莫与他们行害人之事，免得自毁前程。多谢提醒。我在落珠山东面住了下来，这件事自然瞒不过盘丝洞七妖女的耳目。于是第2天夜里，一到曼妙倩影，便鬼鬼祟祟地推开了我的房门。来者自然是紫嫣，整整1夜都不曾让我合过眼。如今有了仙法傍身，我也算正式过上了修仙生活。白日里参悟道法，凭借2800年道行，将正道篇最后几页的符箓小法术全部修炼成功。到了夜里更是快活。身形娇小的紫嫣着实贪得厉害，每晚都不缺席。连续4、5日下来，这丫头被折腾的面色都有些憔悴了。又是一天深夜，我正在灯下翻书，忽然一阵妖风吹来，将烛火扑灭，紧接着一缕熟悉的幽香飘入鼻端。房门被推开，黑暗中一道倩影羞答答地走了进来，又是彻夜无眠。
眠，直至清晨时分，我看向面前的女子。昨晚我第一时间就认出了这女子并非紫嫣，而是紫嫣的六姐蓝嫣。紫嫣，可知你来过？当然是紫嫣妹妹叫我来的。她这几日修炼过度，昨未身子烫得发红，像是生病了似的，这才央求我来服侍恩公。又过一夜，来的既不是紫嫣，也不是蓝嫣，而是青嫣。青嫣性子腼腆得很，好似个瓷娃娃般任由人摆弄。接下来几天，盘丝洞七妖之中，除了大姐赤烟外，都来轮流与我坐而论道，共同交流修道之事。我有些郁闷，这些妖精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最终在日夜苦修之中，我的境界达到了炼气化神圆满。这一夜，紫嫣见到我的第一眼，便委屈巴巴地掉起了眼泪。没过几个时辰，她便气喘吁吁地问我：李天，你是爱我，还是更喜欢我的姐姐们？这些问题，你的姐姐也问过。那若是我的大姐也想服侍于你，你愿不愿意？我有些无奈，我脑中瞬间浮现出那位身姿风飞动人的女子，总让人有种莫名的心动。紫嫣见我这副表情，有些闷闷不乐。大姐心思最深沉，可不是你随便能上手的。我无所谓的摇摇头，暗中翻开《万灵图鉴》太阴毒珠那一页，就差最后一块拼图了。若能与赤烟坐而论道，应该就能完成收录。我大姐知道你就住在东边山上，为了答谢你上次诛杀妖道之恩，明日想请你到碧霞潭一叙。碧霞潭乃天地孕育的仙泉，相传昔年是天界七仙女沐浴之处，灵韵极为浓厚，头一回浸泡更有洗精伐水之效。凌晨时分，紫嫣欲盖弥彰的先行离去，我等到日头升起，才出门前往碧霞潭。众妖女见到我后，纷纷行礼，她们都与我坦诚相见过，反倒没那么见外了。赤烟递给我一只锦盒，这是以我姐妹本源贮丝编织成的锦衣，经碧霞潭长久浸泡淬炼，可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到了正午，潭中霞光熠熠，灼灼生辉，阳气浓郁到了极致。赤烟这才开口道：李道友，这碧霞潭原本是天界仙女沐浴之处，却不知为何被舍弃，让我们姐妹捡了便宜，不怕你笑话。自得此权以来，我夜夜难寐，忧心忡忡，只因这等宝物绝非我们守得住的。说完，他又取出一片光灿灿的羽毛。紫嫣等姐妹纷纷惊呼：这是仙光神羽！李天，这可是落珠山上最大的秘密，姐姐连这个都告诉你，已经是把你当成自己人了。我将仙光神羽接在手中，愈发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厚神韵。赤烟有些不好意思：此物乃碧霞潭中产出，每年也没几枚，只有我们姐妹几个知晓。如今七道友与我们做了邻居，自然也有知情的资格。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既是邻居，理应守望相助。赤烟展颜一笑，请李道友入水中修炼，如此一来，炼化仙光神羽的效果会更好。说完，便带着几人回避，走到了远处。青烟这才小声开口：你将仙国神羽的事也告知恩友，这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你们一个个连身子都贴上去了，与他因果纠缠，再难分割，还能怎么办？众女纷纷面色羞红。紫嫣小心翼翼地提议：姐姐既然如此，干脆你也与李天。是啊，姐姐，李天身怀阳灵体，与咱们太阴毒株天生契合，你若与他……其余几女你一言我一语，纷纷劝说起来，活像一群失足少女，想拉好姐妹下水。赤颜沉着脸，一言不发。众人顿时噤了声，不敢再多嘴。与此同时，我来到潭水正中，只觉脚下一股股热流汹涌而上，冲刷着足底。神念探查下去，这才发现真正的仙泉就在潭心位置，泉眼好似一道深不见底的幽谷，源源不断地往外涌出炽烈的阳气。我当即潜至泉眼处，深不见底，连神念都无法探测。无奈之下，只能在泉眼旁盘膝而坐，开始炼化仙光神羽。头3天，盘丝洞七妖还在远处守候等待。又过了2日，除赤烟之外，都纷纷下水沐浴，而我体内的阳气已经满溢，泄露出来的阳气让几妖大受裨益。如此一来，蜘蛛精6女不分昼夜的泡在潭中，简直片刻都不想出来。又过了2天，赤烟有些震惊，他竟能在潭底待这么久，我总不能不修炼吧？他终于合衣入了潭水。转眼间9981日过去，此时七姐妹脸上都挂着难以掩饰的忧色，只因一条玄龙不知何时发现了碧霞潭，就连落珠山的山神都不是对手，被对方打成了重伤。那玄龙看到盘丝洞七妖之后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瞳孔深处渐渐流露出淫邪之色。几只妖精倒是生得俊俏，正好本太子在泉中修炼，枯燥无王，尔等做我的侍女，与我共浴。众妖女面色惨白，龙性本淫，若是落到他们手中，基本就等同于沦为玩物。一旁的山神也默默后退了一步，显然不打算再管这桩闲事。赤烟明显也看出了这条玄龙的身份，虽然龙族在漫天仙神眼中算不得什么，但欺负下界阴神以及他们这种毫无背景的妖精，还是绰绰有余。更何况这玄龙太子号称天劫之下第一仙，与碧波潭万圣龙王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他们根本得罪不起。赤烟压低声音对紫嫣说：你去唤醒李道友，我想办法拖住玄龙几个回合，咱们逃离此地，这碧霞潭不要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玄龙忽然发觉碧霞潭中还藏着人，当即伸出龙爪要将其抓出来。赤烟没有丝毫犹豫，拔剑便斩向那只龙爪。紫嫣则纵身跃入潭中，玄龙勃然大怒，龙爪一掌拍向赤烟。赤烟横剑抵挡，可手中宝剑当场折断，他也吐出一口鲜血跌飞出去。先杀你立威，
免得其他几个臭丫头不听话。说完，玄龙喷出一束神火，化作龙卷直扑赤焰而去。他拼命喷涌银丝，想要阻挡火势，却全是徒劳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碧霞潭轰然炸开，光焰之中，一道人影拔水而起，携带着无比炽烈的温度，瞬息之间挡在了赤焰面前。神火不是只有你会。话音刚落，我张口吐出一股火焰，立刻与玄龙神火正面冲撞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金色烈焰直接将玄龙神火融化殆尽，继而如同一轮小太阳般飞上云端，炸开之后将玄龙庞大的身躯瞬间吞噬。赤焰看到这一幕，震惊无比。你修成了神火！我伸手拉住他，扶住那摇摇欲坠的娇躯，一时间赤焰俏脸飞上几分红晕。你的阳灵体也蜕变了。多亏了你送的仙光神羽。我暗中扫了一眼万灵图鉴上的个人信息，碧霞潭中81天的潜修，让我的修为直接跨越了一个大境界，距离所谓的地仙之境仅有一步之遥。更为紧要的是，我在碧霞潭中吸收到了游离的一丝丝金乌血脉，阳灵体蜕变成了金乌神体，玄阳灵火也随之进阶为神火，号称紫阳神火。众女纷纷围了上来。李天若是没有把握，我们退走便是。紫嫣说的对，玄龙号称天劫之下第一仙，100年前便已是地仙圆满之境，身怀龙族血脉，不容小觑。我抬头望向天空，云雾已然散尽，玄龙显然并无多少伤势。万灵图鉴随之翻动，邀玄龙天生龙族血脉，龙族有2祖，皆为先天神魔，其一曰祖龙，其二曰烛龙。玄龙乃烛龙后裔，然血脉已实不存，亦为神兽之体，肉身强横，擅长吐火。神兽无命门，龙族一身是宝，血肉可增长气血，鳞片可炼制甲胄，龙筋、龙骨、龙珠皆是上等仙材。玄龙怒喝一声，化作一名男子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。不错，本太子便是天劫之下第一仙。我觉得有些好笑。炼虚合道，渡劫飞升，那才算真正得道成仙。你不过一个地仙，100年都未有寸进，也敢自称是仙？哈哈，你找死！玄龙暴怒至极，当场朝我挥出一拳，我没有丝毫退却，迎面便撞了上去，拳拳相接，整座山岭都在震颤。紫嫣以及众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赤嫣喃喃道：传言玄龙肉身极为凶悍，可翻江倒海，李天竟能与他正面抗衡。李道友如今的体质已经蜕变，不再只是阳灵体，而是某种神体。要知道3界之内，体质由弱至强划分为凡灵、神贤、圣道。我们盘书洞七妖有太阴毒株血脉，换言之，也算得上人族的灵体了。但我们本身就是从亿万蜘蛛中脱颖而出化为人形的，这是无数精怪毕生追求的目标。灵种本身就极度稀有，而神体更是犹如凤毛麟角。玄龙乃天生神兽，算是神体，天仙之下斗法，肉身占据的优势极大，他纵横整个犀牛贺州都难逢敌手。即便李道友也是神体，可那玄龙的修为整整压了他一个大境界啊！就在这时，玄龙再次化归原形，我紧追其后，一拳接一拳砸在他的龙躯之上。一旁的山神看呆了，如此强横的神体，难不成他得了碧霞潭中的太古金乌血脉，成了金乌神体？金乌血脉强到什么地步？其父为帝俊，其母为羲和，两者皆是先天而生的神魔，曾被万灵共尊的太古正神，地位仅在至高圣人之下。玄龙都傻了，究竟是什么体质，竟能与他争锋？我是你爹！说着又是一拳轰出，玄龙直接被崩飞了出去。见自己被一个人族如此羞辱，玄龙当即施展血脉神通玄龙印，我直接祭出炼山诀，瞬间凝聚出50丈高的山峰。下方的山神彻底懵了，他分明记得我诛杀幽冥子的时候，炼山诀才略有小成，这才3个多月不见，怎么就厉害到了这般地步？随着山峰轰向玄龙，他是真的怕了，扭身就要逃。你刚才不是要夺我仙拳吗？还要将我等驱逐，干嘛要跑？我手持赤阳剑追击而上，将玄龙的鳞片一片片剥落。七妖瞧见这一幕，皆瞪大了双眼。李天竟然打赢了玄龙，咱们姐妹真是天大的运气，竟能遇到这般厉害的男子。若不是他，咱们怕是连逃出升天都难。这时我带着一大扇龙肉落到他们面前，那家伙逃得太快，只斩下几百斤肉来。紫烟、蓝烟、碧烟、黄烟、橙烟，舞女又是端茶倒水，又是捶腿捏肩，给足了我这个功臣该有的待遇。青烟则陪着大姐，赤烟坐在一旁为她调理伤势。到了晚间，山神和土地公忽然来访，一番寒暄之后，山神取出一只药葫芦，此乃天界仙丹，虽只是灵品级别，但对地仙功药极佳，就赠予几位仙子疗伤吧。被阴神唤作仙子，这让妻女颇为受宠若惊。土地公也看向我，你何不与几位仙子正式结为道侣，也算一桩惹人艳羡的美事。此话一出，妻女都是羞答答的将目光投向我，谁料赤烟却忽然跪在了地上。李道友，我知你天赋异禀，造化非凡，往后必能修成正果，与我等妖妹结成道侣，怕是对你日后不利。但你若甘愿护我等姐妹，我等愿拜你为家主，尽心侍奉于你，将这盘丝洞交于你打理，可好？众女也都争相跪在赤烟身后，纷纷摆出乖巧顺从的姿态。这等情形倒让我十分意外，没想到赤烟甘心自降身份，还将家产拱手奉上。我也没有理由拒绝，反正距离取经计划启动，洛家山覆灭还有足足300年的时间，在那之前跟盘丝洞七妖混在一起，反而更安全些。虽说其间可能出现变数，但他们大概率是被计入9981难之中的。在此之前，我也要设法帮这群女妖精破局。我走到赤烟面前，牵住她的手，将她带回主位坐
做好。一时间，赤焰这个当姐姐的反而格外羞涩。忽然，她似乎想到了什么。李公子，传闻玄龙与碧波潭万世龙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咱们得罪了他，怕是少不了被报复。他不过是喜欢拿万圣龙王的名头扯大旗罢了。真能请得动龙王，那才是笑话。今日玄龙中了炼山巨镇压，盖了10几件赤阳剑光，被我驱逐到了西边狮驼岭方向。奈何龙族天生能腾云驾雾，我追他不上。纵然我金乌法运风速度极快，却终究难比龙族腾云神通，至少需休养100日方能恢复。我料他会暂且寻个隐蔽之处疗伤。土地公，你能否帮忙找到他的踪迹？我可以托同僚打听，但只能确定个大致区域。如此甚好。没过多久，山神和土地公便先行离去，而紫烟6女皆是一片孝心，主动让大姐赤烟独自与我共度良宵。我带着赤烟来到床畔，将房中蜡烛一一熄灭。咱们洞房吧。与此同时，玄龙一路逃亡至深夜，才敢在一处偏僻山岭旁停下喘息。然而还没等他开始疗伤，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阵笑声。哪儿来的小龙？血脉倒还算不弱，味道应该可以。说着，一只巨爪从云层中探下，将他一把攥在掌中。玄龙抬眼看到来者，竟是金翅大鹏雕妖王，一时间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没过多久，金翅大鹏雕飞至一处仙山，将玄龙随手丢在山脚下。公主，我又来了。你我血脉同源，若能结为道侣，定能复现当年凤凰之神威，横扫9天10地。这头小龙滋味鲜美，还请公主笑纳。一名侍女急匆匆来到孔雀公主面前，将事情禀报于她。那大鹏雕丢下玄龙，便径直离去。孔雀公主眼中流露出厌恶之色，不必理会他，把那条玄龙放了吧。是，可是那玄龙伤势颇重。孔雀公主走到玄龙面前，见他浑身伤痕累累，微微叹了口气，留他些时日吧，在山上吃斋念佛，去身上的杀气。是。孔雀公主乃佛门孔雀大明王之女，自有通佛性，不喜杀戮。正因如此，才在这妖魔遍地的狮驼岭旁的翠屏山住下，只愿庇护此地，凡人不受妖邪侵扰。第二天清晨，我还沉浸在温柔乡中，便听到万灵图鉴的提示，成功收录太阴毒株，获得7000年道行。所谓道行深浅，决定了修道者的领悟能力，也会影响术法和神通的威能强弱。如今我的道行已经万年，对别人来说，需要以寿命累积的珍贵之物。我借助万灵图鉴，几乎唾手可得。这万灵图鉴究竟是何物？这时，一旁的赤烟柔声说道：“公子，咱们该出去了。”不多时，我和赤烟来到碧霞潭中，其余6姐妹早已候在那里。这才一夜不见，姐姐好像更美艳动人了，真是羡慕姐姐昨夜与李天公子。赤烟羞得满面通红，忍不住呵斥了几句，随后来到我身旁。我炼虚河道圆满了。换句话说，她已是巅峰地仙。如此说来，娘子距天仙之境只差一步了。赤烟苦笑一声，虽说只差一步，可这一步才是真正困死无数修道者，甚至让人灰飞烟灭的一步。况且我只是修为圆满，道法尚不齐全。我想起先前在碧霞潭泉眼旁见到的天然道纹，当即带着他一同潜入潭底。泉眼周围赫然刻着几道模糊不清的怪异符号，赤烟一眼望去便深陷其中，当即盘膝坐下，神念流转落在道纹之上，开始参悟。这是金乌遗留的一缕火之法则，我只是淡淡扫了一眼，便已将其悟透。随即我往泉眼更深处探去，竟发现一间不大不小的石室，石室上方有一座封印阵法，其间还残留着一丝丝金乌血脉。碧霞潭果然不是无主之物，设下封印的人究竟是谁？黄花关的百目魔君，还是毗蓝菩萨？管他是谁留下的，我当场盘膝坐下，开始参悟阵法。没想到这阵法竟有36重禁制，随着时间流逝，你参悟透了1枚阵纹，你参悟透了9枚阵纹，阵道入门，你参悟透了81枚阵纹，成为灵阵师。2个月弹指而过，第1重禁制被打破，下一瞬间，精纯无比的仙灵之气扑面而来。我连忙运转正道篇，将灵韵尽数吸纳入体，肉身修为术法都在此刻得到了提升。碧霞潭被破除禁制后，部分灵韵融入上方潭水之中，正在沐浴的妻女皆是惊喜不已。好强的灵韵，李天在下面做了什么？赤烟摇了摇头，他只是在泉眼旁参悟道纹，吸纳着潭水中的灵韵，滋养修为。经过2个月的时间，赤烟总算将道纹彻底参悟通透。这时我破水而出，妻女全都围了过来，追问灵韵之事。我简单解释了一番。恰在这时，约莫10里外传来土地公的声音：“玄龙的踪迹被发现了。”于是我独自前往狮驼岭附近。先前与玄龙交手时，我便在他身上留了一道追踪符，只要靠近方圆20里，就能感应到他的确切位置。短短2月，玄龙身上的伤势竟已痊愈。他吞了一只修炼数百年的精怪来补养元气。真是多亏了孔雀公主。同样是公主，我那位表妹万世公主却心如蛇鳖。可惜那孔雀公主是个念佛的，逼着我吃山，好在容易糊弄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赤色剑芒凌空劈下，玄龙腹部被斩出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。我不给他逃跑的机会，又连挥数剑将其打成重伤。见自己敌不过面前的人族，玄龙当即拼尽全力想要逃离，我在后面紧追不舍。下方翠屏山上，孔雀公主自然也察觉到了动静，一旁侍女惊呼出声：“这人族好生霸道，那玄龙怕是要凶多吉少了。”孔雀公主摇了摇头，可惜年纪轻轻，杀心竟如此之重。与此同时，我施展金乌法，直接以肉身撞碎了玄龙的神通。孔雀公主感受到我身上的血脉气息，顿时有些震惊，竟有种能与他分庭抗礼的感觉。我径直落到玄龙背上，双手对其抽筋拆骨。玄龙走投无路，只能朝着孔雀公主这边飞来。他知道这是唯一的活路。公主，救我！
可惜这位天姿国色的孔雀公主并没有出手的意思。玄龙急了：“公主，你不是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吗？你不是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楼吗？公主，你为何不救我？为何不救我呀？”公主大发慈悲救你，想要渡你向善，你却3番5次偷溜出去，屡造杀孽，如今还敢反过来质问公主，好生无耻！闻言，玄龙彻底绝望。待他回头时，一只金色巨爪猛地将其攥住。我手上一用力，直接将玄龙彻底捏死，成功收录玄龙，获得2300年道行，获得一缕火之道运。你对火焰法则的感悟达到界道层次。我看了一眼山下的众多女修，她们既已决定见死不救，应该也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。想到此处，我当空施展起剔骨割肉的手艺。做完这一切，正要离去，下方的孔雀公主忽然开口：“天上的人族少年休走，请下来与我浅论几句，可好？”我谨慎的拒绝：“多谢公主美意，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实无闲暇。”可下一秒，一道神光出现在我脚下。我有仙法3卷，诚心请你一观，并无恶意。你若真是无暇，便也罢了。看着脚下这道神光，我能断定这绝对是一位真正成仙的人物，要拿捏自己绰绰有余，所以我只能落到孔雀公主面前。可这第一眼就让我看呆了。纵然我时常与盘丝洞7位美人泡在一处，此刻心跳还是漏了一拍。见了我家孔雀公主，为何不行礼？听到这个称呼，我顿时想起了那个故事：狮驼岭前为取经人报信指路的俏村姑，那位穿着珠光宝气、华贵长裙的绝美女子，不知是多少人年少时做梦都想迎娶的人。万灵图鉴随即展开：圣灵孔雀，天地间第一只孔雀，感5行灵气，以天地为胎，孕育而生，是为先天圣灵血脉，生来执掌5行大道，能克万物。无命门如若沾染圣灵孔雀之血，则会被天道所增，剥夺气运，罪孽缠身。我拱了拱手：“李天见过公主。”李道友客气了，我这里有3部仙法，皆是佛门之物。需以慈悲法力驾驭，方能施展出真正威能。仙法其一为定光指，其二为安魂咒，其三为落宝术。虽在仙法之中属于下品，但也算得珍惜。我心中十分不解，这么痛快白送仙法，这让我顿时警惕起来。我试探着开口：“不知公主有何条件？”这3部仙法，李道友可任选其一。定光指乃束缚之法，可令对手肉身无法动弹。安魂咒针对修道者元神，念诵之下可使人神思倦怠，昏昏欲睡，战意全无。落宝术需以自身宝物为承载方能施展，斗法之时，此术一经祭出，便将对方宝物强行打落。孔雀公主取出这3门仙法，自然有她的深意，都是将人制服，却不会伤人害命。3法寓意很简单，止戈息战。我认真思索起来，落宝术需以自家法宝为媒介方能施展，最先排除；而定光指和安魂咒，一个针对躯体，一个针对元神沉吟片刻。我选了定光指，比起安魂咒那种让人意识昏沉的虚弱效果，我更中意定光指。这般直截了当的将人定身定住之后，炼几座大山直接镇压过去，岂不痛快？那仙法化作一缕流光飞入眉心，万年道行加持之下，我顷刻间便对此法有所感悟。随即我指向一旁的侍女，那侍女也有地仙实力，可中招之后竟无法挣扎分毫。你这人好生无礼！我家公主赠你仙法，你却拿来对付我！我将定光指解除，讪讪一笑：“情不自禁，一试而已，切莫怪罪。”一旁的孔雀公主露出几分惊讶：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成仙法，且能将同境界之人定身，好高的悟性。不过你此时的定光指只是小成而已，若将此法修至圆满，只怕能以地仙之境强行定住天仙。”多谢公主赠法，我定会善加使用，绝不让公主失望。我大致也猜得出来，孔雀公主应是赏识自己，才赠仙法招揽。希望如此。以你的天资，将来定能成为犀牛贺州乃至整个3界都有所名声的人物。切记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要少行杀戮之事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见对方如此看好自己，我当即郑重开口：“我听闻佛法中有一句话叫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定会一心向佛，手持3尺剑，斩尽世上妖魔邪祟。”孔雀公主愣了一下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，但见我似有所悟，她还是颇为欣喜。我也暗自美滋滋幸运地得到了孔雀公主的赏识，若有机会深交，自己也算有了个大靠山。至于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不过随口一说罢了，反正我李天用的是剑，放不放刀与我何干。就此告辞。孔雀公主还邀请我去听她宣讲佛法，于是2个半时辰后，我辞别了孔雀公主，回到了落珠山。刚到盘丝洞，赤焰便在我身上打量了一圈。公子去了3、4日，可找到那玄龙了？我直接掏出一大块龙肉，起锅烧油，今夜用龙肝下酒。众女恍然大悟，那玄龙已经死在李天手中了。随后我又带了几块龙肝龙肉，亲自前往山神庙和土地庙答谢。土地公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，可忽然又叹了口气。土地公为何叹气？要知道，唯有金仙级别的强者才能淬炼仙灵之气，融合自身道运，炼制出金丹，此乃仙丹中的上品。服用后不仅修为大增，还可吸收炼制者的道运，犹如师承亲传，对悟道有莫大好处。闻言，我当即赶回盘丝洞，将此事告知赤焰。接下来几日，我在落珠山上布置了一座护山大阵，即便再强大的地仙也无法攻破。可临别之时，赤焰拉住我的手，
公子，我与你同往。他一副坚定模样，我也只好答应。其余6女也想跟着，却被赤焰一阵呵斥。交代妥当之后，我带着赤焰直奔朱子国而去。到了朱子国附近，我也看到了许多前来除妖的修道者，下方百姓惨遭蹂躏，修道者们自然看得见，可他们要先寻到玄阳真人登名记录，否则就算斩妖除魔，又有谁能记上这份功劳？因此下方的百姓还以为自己得救了，却不曾想头顶的仙人们视若无睹，眼睁睁看着妖魔将人当血食吞噬。我身为堂堂21世纪好男人，自然见不得这些，当即挥舞赤阳剑冲入妖群，转眼间便有数不清的精怪人头落地。赤焰见状也紧随其后，夫唱妇随。这一路杀怪救人，直至半个时辰后，落珠山的土地公才匆匆赶到。他将自己的仙路递给我。老朽来迟了，李道友、赤焰道友，你2人杀妖之后，将妖血留在这仙路上，便可计入功劳。土地公也没有离去，而是留下来出了一份力，直到夜幕降临。第一天斩妖结束，赤焰看着手中的仙路，早已没了原本的颜色，上面至少沾染了上千精怪之血，内心有几分激动。可看到我面露疲倦，他美眸中也不禁暗淡了几分。一旁的土地公苦笑一声：救人之事尽力就好。我先前往玄阳真人处走一趟，这功劳每日都可兑换玄阳金丹，服了此等仙丹妙药，再疲劳也能消解。没过多久，朱子城内，玄阳真人正在分发玄阳丹，其中一个名叫瑞灵子的人获得了49枚，其余人都不超过3枚。这时土地公来到玄阳真人面前，要知道阴神带领丹药这种事，不能说少见，而是压根就没有过。瑞灵山的人忍不住出言嘲讽：真是好大的排场，使唤阴神仙官。咱们朱子国境内竟还有这等胆大妄为之徒，兴许是不好意思露面吧。土地公当即高声喝道：李道友的确是驻守在安丰城，守护百姓，他没有亲自前来，只因战斗了整整1日，疲惫不堪。这位土地公说话好生可笑，我等谁不是战斗了一整日，谁不疲倦？四周顿时一阵哄笑。玄阳真人皱了皱眉：来的可是李天？回禀真人，正是李天，李道友。人群中的笑声戛然而止。来杀妖的是李道友，还有落珠山上的赤焰道友。他2人刚到安丰城附近，见妖魔残杀人族，没来拜会，便直接动手斩妖。我这仙路送得慢了，许多功劳都没能记录上，惭愧呀！说着，一枚被妖血染红的仙路被他捧了出来。可周围的修道者却有些不悦，大家前来驰援，自然都是冲着玄阳真人和玄阳金丹来的，但面上总要披一层苍生大义的外衣，这才体面。他们来此之后，第一件事便是拜会玄阳真人，迎取阴神手中的仙路，无一例外。而我的做法被当众提及，无异于打了在场所有人的脸。瑞灵子脸上挤出一抹笑意，想必这位李天道友也是斩妖无数，老夫倒想与他结交一番。玄阳真人笑了笑，说来你们倒是有缘，他便是斩杀幽冥子之人。说起来你还欠一个清理门户的人情。瑞灵子当场愣住，脸都僵了。李天河赤焰斩妖1331头。玄阳真人话音落下，自己也微感讶异，但功劳已先行记录在册，这是天庭制度，绝不存在造假。周围人顿时炸开了锅，难不成这2位道友已是天仙了？听着耳边不绝的称赞之声，瑞灵子面皮抽搐了几下。瑞灵子山师徒7人，脸色都极为难看。幽冥子死在李天手中，清理门户这种事被外人代劳，无异于被当众扇了一巴掌。而他们引以为傲的斩妖记录，在齐天面前更是不值一提。一时间，瑞灵山师徒7个面红耳赤，心生记恨。玄阳真人拿出168颗玄阳丹交给土地公，土地公将金丹收入乾坤袋，当即告辞。没过多久，土地公第一时间将玄阳丹送到我手中，感受着其中蕴含的道韵，赤焰激动的心脏砰砰直跳。土地公又将在朱子城中的事情原本说了一遍。我摆了摆手，无妨，你也是替我说话，不过那个瑞灵子的同门倒要提防提防。随即我开始分发丹药，土地公坚决不收，只说事后天庭会对阴神另有褒奖。赤焰也暂且只取了10颗，各自服下1枚丹药后便盘膝炼化。我坐拥高深道行，那玄阳丹就像吃豆子一样，一颗接一颗往嘴里塞，修为和道运都在飞速增长。时至半夜，我翻阅万灵图鉴，如今道行已达18900年。图鉴之上，一个个古朴文字闪闪发亮：山海淮水，人间界4毒之一，淮水浩浩汤汤，亘古不绝，养育千魔万怪，无穷仙灵。我沐浴在大禹之中，图鉴上的河水亦在不断加深着色彩。这也是我头一回发现万灵图鉴还能收录河流，而且方式极为简单，只需接触即可。这时，一个女子激动地来到我身旁：我是朱子国公主，名叫苏婉宁。今日若不是你斩妖救人，恐怕安丰城已经沦陷。仙人，婉宁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你可以教我修道吗？虽然我用剑在朱子国数1数2，但面对妖怪，凡人的力量终究不够。我摇了摇头，今日来的大部分人，包括我看似能飞天遁地，实则也不过是有些法力的修道者，远远称不上是仙。不过我倒是可以与你做个交易，凡人吃了此丹，不仅延年益寿，还能将肉身力量强化到极限，让你具备斩杀精怪的能力。苏婉宁有些激动，需要我付出什么？你的剑道感悟。苏婉宁接过玄阳金丹，她相信面前这个男子是一位有德性的人。我一直点到他眉心触及，到苏婉宁魂魄的刹那，体内的万灵图鉴竟再次被惊动。魂见魂，魂者几经轮回，本源不变，亦是永恒。身怀剑魂者，历经千百万世，虽然每一世的记忆仍被孟婆汤消除，但对剑的感悟却可不断积累，直抵3000大道之剑道秘门。身死后，剑魂重入轮回，成功收录剑魂，获得1枚剑道种子。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位朱子国公主竟是剑魂转世。清醒过来后，苏婉宁有些不好意思：我剑术再精湛，也不过是凡人之剑，
却换得了仙家金丹，多谢仙师。我顿时哭笑不得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接着我让他服用玄阳金丹，自己在一旁为他护法。到了半夜时分，一只拥有9颗脑袋的庞然大物贪婪地俯视着这片大地，在九婴的威压之下，所有天仙以下的修士都苦不堪言。土地公声音颤抖：如今这九婴只有金仙境界，不知玄阳真人能否应对？可话音刚落，玄阳真人便落入了下风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孔雀公主忽然现身，九婴怒不可遏：你身为圣灵，也来保护这些弱小的人族，耻辱！我佛慈悲，降魔便是。孔雀公主与玄阳真人联手，应当足以对付九婴。就算杀不死他，至少也能将其拦住。九婴发出一声异样的嘶吼，号令群妖再度开启对人族的猎杀。可因为这雨水乃是淮水所化，导致众多修道者的修为直线下降，一时间大部分人都开始四散奔逃。一战之中，众多修道者也在暗暗打量着赤焰。他们本以为我那辉煌的战绩都是赤焰打下来的，然而我手握赤阳剑，迎着冲来的精怪开始大肆屠杀。从苏婉宁身上获得的剑道种子也在快速生根发芽，随着斩妖数目飞速攀升，我手中的剑越来越快。众人见到这等实力，无不震撼。每一剑斩出都必见妖血，而随着一次次出剑，剑法亦在不断精进。一旁的苏婉宁不禁感叹：剑心通明，不愧是仙师。我几十年修成的剑法，他只用了几个时辰便能完全掌控。到了黎明时分，这一波妖潮也到了尾声。然而当我将面前的精怪贯穿之后，竟再次朝着妖潮深处冲去，身上也开始浮现出道韵。见此一幕，修道者们的三观都有些动摇了。这是要入道了，所以要解妖魔经世问道。他们从未见过这般恐怖的地仙，明明只是炼虚合道初期，实力却已碾压了许多炼虚合道圆满的地仙，更没有见过为了入道，孤身一人冲入上千群妖之中，以杀戮来问道的疯狂之举。群妖大怒：这人族竟敢如此轻视我们，杀了他，分食其血肉，毁灭其神魂，让这小子永世不得超生！话音落下，数不清的妖魔朝我扑来，赤焰一时间慌了神，紧张地攥紧了手掌。下一刻，天地之间，一声刺耳的剑鸣骤然响起，激荡方圆百里，引动天地灵机。苏婉宁惊呼出声：这是天人合一！李道友，这是入剑道了，3000大道之一的剑道。众多修道者更是惊掉了下巴。天地间道法无穷，有3000大道、49天道、亿万小道，而3000大道却是3种道中真正的永恒之法，其威能不弱于天道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甚至要强过天道。你的剑道种子发芽，剑道正式入道，达到窥道层次，感受着体内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直接火力全开，剑光冲天而起，瞬息间便有200-300头妖魔丧命。到此刻，群妖终于被杀破了胆子，四散而逃，围困了安丰城数个时辰的妖潮，终于在这一刻消退。我将一颗玄阳金丹吞入腹中，补充着即将枯竭的法力。赤焰立刻迎了上来，脸上苍白一片，满是委屈。你太冒险了，我自有护命手段，无需担忧。其余修道者也纷纷走到我面前，拱手抱拳：多亏李道兄，不然这座城池咱们绝对守不住。等玄阳真人归来，这份功劳一定要说清楚。我不禁好奇，不知玄阳真人他们那边如何了。土地公上前解释：金仙级别的战斗，完全是道法之间的碰撞，毁天灭地，可怕的很。玄阳真人和孔雀公主定是将九婴驱逐到了别处，我们尽力斩妖救人，静候消息即可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子从远处飞来。哪位是李天道友？是我。朱锦城那边妖潮持续了3天3夜，至今仍未消退。七道友第一日便斩妖上千，想必手段了得，还请速速与我赶回去救援。众人有些意外，那里留守的人手最多，不该如此啊！男子苦笑一声：除了你们这边，其余3座城池皆在求援，我们的人手被分出了不少，而且那些妖魔精怪狡猾得很，知道朱子城中凡人最多，因此冲击也最为猛烈。我当即答应下来，朝赤焰点了点头，示意他放心。不多时便来到了朱子城外围。我停下脚步：诸位，这地方选的可不太好，若是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很容易就被发现。你们便是幽冥子的同门吧？说着，我拔剑朝四周斩了几下，顿时有7道人影先后显现。贫道乃瑞伦山修道者，道号瑞林慈，幽冥是我逐出师门的不成器弟子，但也轮不到你来杀。年轻人倒有些胆识，准备好血债血偿。瑞林子本以为吃定了我，哪知下一秒，我一剑便斩杀了瑞林子山6名弟子。瑞林子整个人都傻了。到了此刻，他不敢有丝毫保留，当即施展出画符大阵。我将全身法力灌入赤阳剑中，伴随着大道的轰鸣之声，画符大阵顷刻间蒸发于天地之间。瑞林子也被一剑捅了个透心凉。将他们的物资搜刮干净之后，为防假死，我直接将尸体挫骨扬灰。回到安丰城，我把此事告知了赤焰和土地公。这时，玄阳真人的声音从天穹之上传来：此劫已过，诸位可来朱群城相会。
朱子城内，玄阳真人从朱子城阴神口中得知了我斩杀瑞灵山师徒7人之事。安丰城土地公上前解释，是瑞林子一行人图谋不轨，将李道友诓骗而出，想要杀人夺宝，不料被他反杀。此事乃瑞林子等人咎由自取，人人目睹。在安丰城的修道者们也纷纷出面作证，一旁的孔雀公主也看向我，她比几日前身上多了一丝功德，足以证明那瑞林子一伙是罪孽缠身的伪善之徒。玄阳真人闻言一愣，公主似乎对李天国外关注。孔雀公主也不隐瞒，我与他在翠屏山见过，李道友与我佛有缘，我曾向他传法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都羡慕地看着我。要知道孔雀公主属于灵山，被她传法就意味着有极大的机会直接拜入佛门修行。靠上灵山那无比庞大的背景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哪怕只是灵山上的一只老鼠，都可以在整个犀牛贺州横着走。不过你身上的杀气一时浓重了不少，还望你铭记那句话，放下屠刀，立成佛，时刻谨记。多谢公主出面证我清白，是非黑白自当分清。我朝孔雀公主拱手道谢，孔雀公主鼓励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即转向玄阳真人。真人，如今灾劫已解，我也不多留了，后会有期。话音刚落，他便化作五彩神光，瞬息间遁向西方而去。忽然9天之上传来一声洪亮之音：玄阳真人，待功劳最高者上云头领赏吧。玄阳真人查看仙路，李天、赤烟2人共斩妖2982，为此次灾劫首功。随即玄阳真人便带着我们升至云层之上。此刻的九婴已被斩了8颗头颅，修为跌落到天仙初期，沦为了镇武星君的坐骑。与镇武星君见过礼后，他这才看向我。我方才已听说你残杀同道，还与一只妖厮混在一起，道心不坚，难成大器。这一颗玄元丹珍贵无比，不如化作雨露，分给下方苦修之士。见此一幕，玄阳真人敢怒不敢言，赤烟心中更是难受不已。我暗中握住他的手掌，示意无碍。做完这一切，镇武星君直接驾着九婴升天而去。玄阳真人恨得咬牙切齿。谁能想到，天庭之腐朽远胜过人间朝廷。你是受我之命而来，却受了这等委屈，只怪我无能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这瓶中是2000多颗玄阳金丹，你且按照功劳与下方修道者们瓜分了吧。这道仙符指引你前往紫云山，那里有机缘在等你。正当我想要推辞，玄阳真人却面带愧色，当即驾云飞走了。回到朱子城后，我将金丹分发完毕，我和赤烟共分的300多颗，我又拿出一半交给赤烟，让他带回落珠山与姐妹们修炼用，而我则按照仙符上的方位前行。无量两劫凶险可怖，想要避劫，相传唯有拜入圣人门下方能躲过，但封神亮劫之后，圣人不出，3界生灵想要避劫，只能寻求一方势力的庇护。见过镇武星君的跋扈之后，我也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以至于西游亮劫之中最大的2方势力佛门与道门，并未真正爆发过激烈冲突。这场亮劫说是佛道之争，倒不如说是双方联手布下了一盘周密的棋局，算天算地算众生。妈的，世道变了，拼命修行没有出头之路，孙悟空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纵然结义7大圣，号令无穷妖，10万军中无敌手，9重天上斗威风，但最终还是功败垂成。以我眼下的处境，孔雀公主便是个极好的突破口，先抱上她的大腿再说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巨爪猛地朝我袭来，我当即施展金乌法挡住攻击，只剩1颗头的九婴现出原形。刚才我就嗅出了你体内的金乌血脉，那镇武星君特意放我来，吃了你补补元气，再随他上天宫。我不怒反笑，来得正好，若将你斩杀在下界，不知那老狗是何等心情。说完，我将金乌法施展到极致，朝着九婴冲撞过去。九婴大怒，没想到我竟然要与他比拼肉身，当即挥动脖子朝我砸来。轰的一声，九婴牙齿间渗出血水，而我则被撞飞出去。我释放出紫阳神火，再催动子府内的剑道种子，一剑将九婴的血肉剖开。九婴惨叫出声，该死蝼蚁一样的地仙竟然伤了我。蝼蚁，你不过是淮水之畔一头被宰杀了不知多少次的畜生罢了。闻言，九婴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口中开始乱叫。我再次将力量灌注入赤阳剑，我地仙的境界强行全力催动，剑道的确有些勉强，可被剑指着的九婴更是吓得瞪大了眼睛，扭转身躯，竟想逃离。那就看是你快还是我的剑快。一道锋芒纵横10里，横剑斩大胸，九婴吓得魂都要飞出来了，忍不住仰头大叫：主人救我！我可是镇武星君的坐骑，你敢杀我！听到这话，我直接将九婴最后1颗头颅斩落，成功收录上古凶兽九婴，获得9000年道行，获得九婴本源之法9命术，获得大量火之道运。与此同时，镇武星君感受到了他与九婴的联系骤然断开。该死的，
竟敢杀了我的坐骑！当他寻到一处残留道法波动的战场时，只看到山峰上摆着的残碎尸体，正是死去的九婴。李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杀死九婴之后，我便急忙赶往翠屏山，请求孔雀公主为我疗伤，并将玄阳真人赠送机缘一事告知了他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镇武星君也追了过来，孔雀公主直接将他拦在一旁，转头看向我：“你可是做了什么触犯天条之事？”要知道，身旁这位女子乃是西方灵山佛门孔雀大明王菩萨的女儿，镇武星君在那位菩萨面前连根毛都算不上，所以我丝毫不惧。上仙，您为何是驾云而来？那头九婴不是成了您的坐骑，为何不在身边？镇武星君气得浑身颤抖，强忍着没有发作。小子，我记住你了。三界之大，天庭乃是万方之主宰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说完，便直接驾云而去。孔雀公主顿时有些疑惑：“你又哪里得罪他了？”我并未隐瞒，将事情原本说了一遍。孔雀公主抬头望了望天：“李天，大道仙途漫漫，不是有天资就一定能修成正果，也不是成就天仙便走到了尽头。天仙也只是一个开始。你的天资悟性的确罕见，这是你最大的优势，但想要顺利修行，走得更远，还远远不够。若你愿意，我可引荐你佛门的灵气，弥补你修行中的不足，助你走得更稳更远。”我对当和尚不感兴趣，况且我也是有家室的人。孔雀公主也懒得多说，手指轻轻点在我额头上：“你身上的功德足以凝聚功德金光了，只是不懂法门，我可传你佛门功德凝聚之法，助你一臂之力。算是赠你的，无需你加入佛门，更不必当和尚。”听到这话，我才松了口气。多谢公主。原来是白嫖，白嫖使我快乐。可传法刚完成还没片刻，我的额头便出现了第三只树眼。孔雀公主面色变得有些古怪，以境界功德之力开了天眼，开天眼显神念。当我看向孔雀公主时，便发现对方头顶祥云锐气凝聚不散，这天眼还有辨识中间分正邪观本相的能力。你伤势痊愈，功德之力也已凝，就随我一同去参悟机缘吧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万灵图鉴竟被触发了。只见画卷上的孔雀公主竟有一根手指多了些色彩，这是开始收录了。我也明白过来，看来收录并非一定要有夫妻之实，两人之间各种亲密接触同样可以推进收录。我站在孔雀公主身侧，借她脚下的祥云赶路，目光不由自主地往旁边瞟去。纤细腰身之下，青丝摆动之间，那无比完美的腰臀曲线挺翘有致，格外动人。公主此次的机缘究竟是何物？孔雀公主也不隐瞒，那是一件古之重宝，但已只剩碎片，其中蕴藏着无穷道法，还有许多遗迹。不久后，刚到目的地，金翅大鹏雕便迎了上来。公主，你可算来了，多日不见，我对你思念至极啊！孔雀公主厌恶地转过头，大鹏，你莫要挡我去路！我愣住了。那头苦苦追求孔雀公主而不得的金翅大鹏雕，又号云城万里鹏，这位实力了得的人物，一言不合可是敢跟如来佛祖过两招的。主要算起来，大鹏与孔雀公主也算沾亲带故。太古之时，元凤被天地阴阳二气入体，诞下两枚卵，孵化而出便是孔雀与大鹏，而孔雀公主又是孔宣之女，论辈分，两人乃是叔叔和侄女。当我目当扫过在座众人时，万灵图鉴接连被触发了4次：金翅大鹏雕、百目魔君蜈蚣精、压龙洞九尾老狐狸，还有一位黑衣男子，本体竟是一条五爪金龙。黑衣男子看向我，怎么玄阳真人没来？孔雀公主替我解释，玄阳真人有事脱不开身，故而将此机缘赠予李天。他在抵御淮水妖潮中获得首功。黑衣男子显然没听过我的名号，但还是礼貌地自我介绍了一番。我乃西海龙王太子。我顿时想起来了，这位便是在《西游记》中碾压了黑水和小轩龙的魔王太子。虽然他只出场过一次，但展现出的实力极为强横，特别是一手亮银枪，武艺超绝，令人难忘。久仰大名。与他寒暄过后，孔雀公主便暗中给我传音，这些都是参与了五星君讨伐无之囚的人间界外援，稍后也有资格参悟。机缘当中不乏凶狠妖魔，你切记小心行事。忽然一个女童不客气地催促起来，既然这次的功臣都到了，那就快到残夜里来吧。残夜现出，众人都急不可耐地先行进入。等到所有人都进去之后，女童才很不满地看向我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刚才就是在等你。我此次奉师尊之命，收复无之席凡下机缘，马上就要完成任务了。我看你不过是个小地仙，本就法力微弱，还不笨鸟先飞，机缘都要被人抢光了。收复无之居，那不是镇武星君的功劳吗？女童一脸不屑，他不过是个酒囊饭袋罢了，连个无之期都解决不了。若不是我出手，这场灾劫再过几个月都不会结束。我又追问一句，你家师尊是什么人？女童傲娇无比，眼睛都快瞟到天上去了。他们几个太乙散仙都没资格知道师尊的名字，就你也想知道？我顿时哭笑不得。此地乃是紫云山，我曾听闻山上有个千花洞，洞中有一位毗蓝婆菩萨隐士修行，可是你师尊？女童当场一懵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故意压低声音，我上面有人。女童闻言顿时了然，原来如此。因为毗蓝婆菩萨说过，这世上知晓他修行之地的人少之又少，甚至连听说过他名号的人都不多，而那些人无一不是当今三界名列前茅的大罗金仙级人物，且都与他师尊交情极深。原来是自己人。女童顿时换了副嘴脸，你叫李天是吧？菩萨给我起法号叫云梦，你师尊是哪路神仙？我露出一副为难的神色，我出门前师尊有言，你懂的。
云梦更觉亲切，十有八九也跟自己一样，都是大人物身边挨骂挨打的童子，修炼到他们师尊那个份上，都讲究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轻易不沾染红尘因果。谁说不是？随即我又询问残叶之中的机缘。咱们这关系，我直接告诉你，怎么将残叶炼化成自己的法宝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我算是看出来了。师尊这次拿出这宝贝，就是给你准备的。我整个人都傻了，这就成了。当我来到残叶世界之内，首先发现了吴之奇的尸体，刚伸手触碰，便成功收录，获得了大量水之道运。接下来便是参悟此行真正的机缘了。开启天眼之后，我才发现这个残叶世界竟是由无数阵法构成，只要能破阵，就能参悟机缘。无数座法阵之中，又有着迷宫般的路线，唯有走对正确的路线，方能找到残叶法宝的本源，将其炼化。从云梦那里得知路线后，我很快来到了第一处关卡，耗时2天半。第一座九品灵阵被成功参悟，在破解前5座九品灵阵后，我感受到了踏入神阵师的契机，通过天眼找到一处神品阵法，于是小心翼翼地踏入其中。与此同时，孔雀公主望着处于最末的我，见我依旧不屈不挠，她的悟性果然非同寻常。她的阵道造诣不低不高，神7品而已，此刻在众人中排名第2，下方依次是魔王太子、伏龙仙翁、九尾狐，而金翅大鹏雕在阵道方面却稀松平常，落在了最后。至于百目魔君，正处在最高位。他一个9品，参悟神阵竟如此之快。看来马上要晋升神阵师了。孔雀公主美眸中不禁流露出愈发浓郁的好奇之色。10天时间眨眼而过，我成功晋升到了神阵师1品。若有机会，也得收集些强大的阵图，日后布置在落珠山上加强防御。随即我跟着路线继续破解神阵。正所谓修行无岁月，在残叶世界之中一待便是3年，不仅成了4品神阵师，修为也攀升到了炼虚河道后期。当我回过头，才发现金翅大鹏雕早已被我超了过去，前方就是魔王太子。不知外界如何了，按理说赤焰他们都是气运加深的妖仙，应当无恙。可我现在多想也是无用，3年又3年。3年又3年，终于成了7品神阵师，已经超越了魔王太子，追上了伏龙仙翁。这时伏龙仙翁来到我身旁，小娃子再往后走，可都是7品神阵，以你地仙的实力，只怕刚入阵就会被打成飞灰。奶奶我看你可怜，得此机缘也不容易。却没想到我刚拒绝，伏龙仙翁就施展法力朝我施压。你这小子敬酒不吃。恰在这时，魔王太子一枪挑破了我身上的压力。老狐狸还在欺负一个晚辈，有些太过分了。伏龙仙翁脸色阴沉，魔王太子，你这是何意？李天虽然只是地仙，但毕竟是玄阳真人道友寻来之人，且在此次劫难如此蛮横，本太子就是看你不快，你奈我何？他一走到尽头，想要继续往前，就必须依靠我的阵道。见两人快要打起来，我这才开口：既然有缘在此相会，不如一同参悟阵法，总归比单打独斗快得多。魔王太子只是单纯打抱不平，听到这等好事，自然同意。伏龙仙翁开怀大笑：你这小子有些眼色，日后必成大器。魔王太子，你也不必看老身不快，方才的确是我急躁了些。从此刻开始，咱们齐心协力，一同冲阵，登临更高之处，所能吐纳的灵脉必定更加浓郁，时间流速也将更为缓慢。我闻言一愣，时间流速？魔王太子解释道：简单来说，你在这残叶世界中过了3年，外界才刚过去1年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金翅大鹏雕不去破阵，反而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灵域，壮大自身。伏龙仙翁面露忌惮：自然这大鹏雕可是太乙神仙，所谓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我看连百目魔尊都未必敌得过他。成天仙后，境界依次为玄仙、真仙、金仙，之后才是太乙散仙、太乙神仙。太乙金仙不再多想，招呼2人一同破阵。可刚找到阵门，天空便传来轰隆隆的雷声。伏龙仙翁脸色骤变：糟了，这是7品阵法之中最为凶煞的五雷行煞阵。我非但没有退去，反而感到了几分刺激与兴奋。李道友，五雷轰顶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即便是我们2人也不敢轻易应接。我没有回答，而是开启了天眼，查看阵法本相。伏龙仙翁瞪大了眼睛，他没想到我还有这等本事。要知道，能开启天眼的神灵屈指可数，其中名头最响的，自然是当今天庭玉帝的亲外甥2郎显圣真君杨戬。李道友的天眼之中有功德金光的气息，老狐狸，你若还想对他出手，可得掂量掂量，天道的怒火可不好承受。功德加深之人吃了更能延年益寿，但老身也不是言而无信之辈，不会背后捅他刀斧。就在2人争执之间，我已看出了神阵的端倪，当即凝聚法力，构造出一颗阵形球，将球掷了出去。那球缓缓融入神阵之中，我伸出手指轻轻一勾，上方顿时隐隐有雷鸣轰响。伏龙仙翁有些难以置信：你可以操纵这大阵了？我执掌了这座神阵的一部分杀技，若遭攻击，只需以杀止杀即可。多亏2位替我争取机会，现在已经没问题了。
可当我们走出神阵之后，却发现此处封印着大量仙家宝物。魔王太子正气凛然，李道友功劳最大，这仙藏自然该他先挑选一件。伏龙仙翁点头应允，其中有3件灵宝，2件宝器，3粒仙丹。忽然我脑海中万灵图鉴被触发，不周山盘古脊梁所化，太古时的天柱亦是大地之中央。见此一幕，我心脏猛地一跳。传说中祖屋共工与祝融在不周山下大战，共工拜而墓主不周山，天柱者地为绝。这残叶世界究竟是什么东西？竟然藏着不周山碎片。我将那块古朴漆黑的碎石片拿在手中，压根看不出是件宝物。随后我选了一面铜镜，魔王太子取了一颗丹药，伏龙仙翁拿了一颗珠子。宝物轮流分完之后，魔王太子与伏龙仙翁便开始调息伤势。我也趁机炼化宝镜，这是一件后天上品灵宝，名为天照宝镜。随后拿出分道的玄元丹，直接吞入腹中。镇武星君就是为了一粒玄元丹，脸都不要，不惜刁难自己，这仇可得记牢了。片刻之后，我与2人再次探索流沙神阵，期间触发了7次阵法，险些让2人陷入绝境。当我将阵法破解之后，并未发现仙家宝物，而我的阵道已达神8品。当我询问2人要不要继续时，魔王太子选择了到此为止，伏龙仙翁则直接翻了脸。小子，你未免太过狂妄！破这座流沙阵已经害我们2人屡次陷入险境，还敢继续？既然如此，只能就此别过了。说完，我转身便踏入了下一座隐藏的神阵。魔王太子想要劝阻，却早已不见我的身影。伏龙仙翁一脸不屑：下一座大阵至少也是8品神阵级别，他无人相助，顷刻间就会化作飞灰，岂敢独自去破阵？魔王太子当即骂道：老狐狸，你可别忘了，自己的2件上品灵宝都是靠李道友才到手的，现在却盼着他去死，可谓忘恩负义，真是个十足的孽畜！你以为吃定老身了？无妨，号称伏龙仙翁最不怕的就是你们龙族，那就来试试。大阵挪移地，水火风流转，这是神阵在进行自我变化，其中杀机也会主动释放。伏龙仙翁眼神顿时一亮，但片刻之后，大阵重新归于平静，阵内杀机飘渺，依旧未能锁定目标。魔王太子大笑出声：老狐狸，看来你我都有些小看人了。